Hello， 大家好，我是村长，一个专注于Web3区块链相关知识分享的博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本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套在TradingView上面使用率比较高的一套高胜率的一套指标系统。同时呢，这套交易系统在国外的很多的交易者当中也经常在使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套交易系统它今天到底怎么样，以及我们要去实际上的盘面来验证一下这套系统它的一个可靠度怎么样。我们今天这套交易系统呢，它要用到这么以下几个指标。第一个就用到 EMA 均线的一个指标，其中会用到两条 EMA， 一条是 EMA 50均线，另外一条是 EMA 200均线。第二个指标呢，它是国外的一个大神开发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指标，叫 Woman True Saving Free 这样子一个指标。那这些指标呢，我们都可以在TradingView上面去免费进行一个搜索，并且这套指标系统是非常简单也容易理解，听说胜率还不错。那我们接下来实际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到 TradingView 这个里面，我们这里是选择的是 BNB 对 USDT 的这样子一个交易对。我们首先来添加我们刚刚所用到的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 EMA 50和 EMA 200。因为我现在是使用的是免费的一个系统，它在里面只能添加最多两个指标，所以我们要通过上一期的一个视频，先将 EMA 50和 EMA 200这两个指标合到一个指标里面去。那这个呢，就按照我上期的视频来进行合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去设置。那我这边呢是已经把它设置好了，就是这里我直接把它添加进去。这是第一个指标。那第二个指标呢，大家可以在这里搜索 Woman True 这个指标，大家可以把它收藏一下，我们把它添加到我们的一个桌面。好，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指标是两条均线的一个指标，第二条指标呢，它是一个过滤指标，并且会实时显示了买和卖的这样子一个关系。好，这里面添加上了之后呢，目前的盘面看着有点乱，那我们可以去简单的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我来到这里第二个指标，我们把它设置一下，在这个样式里面，我们点一下这一个把它勾掉，这一个也勾掉，这一个勾掉，勾掉，只留下买入信号和卖出信号，同时把这个勾掉，勾掉，这三个全部勾掉。勾掉了之后呢，我觉得它这个发出的信号买和卖显示的太大了，有点不太好看，它影响我的整个的盘面的一个观感，所以呢，我们把它调成这个箭头，比如说我调成向上的一个小箭头。那这一个卖呢，我可以把它调成向下的一个箭头。那当然这个看自己的一个喜好，你也可以把它调成圆圈啊，或者调成钻石啊，或者调成方形啊等等，它都是可以的。这里会做一个更改。那我这边就把它调成这种小箭头。我觉得它越小的话，不太过多的会影响我整个盘面的一个观感。调好了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确认。好，那目前呢就是这套系统这三个指标就已经设置好了。那我们从这个盘面可以看得到，它目前像这个自动的卖出和自动的买入，以及往前面翻卖出买入，这些都是可以的。好，我们随便把它缩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滑到前方去，随便找一个，把它缩小一点。我们来在盘面来简单的来验证一下，看它这套系统到底好不好用。不过简单的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一段大波式，它这里一个，如果说你从这里买进的话，这个大波段你基本上都能抓到，好像还不错。这里有一个卖出，在山顶卖出，然后山底这里买入，好像还不错，对吧？大家这样子简单看一下，是不是感觉它的一个胜率还蛮高的？其实这样子看来胜率还蛮高，但是呢，有时候如果说在一些震荡行情的时候，它也会发出一些假的一个信号。那比如说像这些位置，你如果这里卖出的话，基本上会被套很长时间，一直到这边。还有在这个位置上，你如果说在这里进行买入的话，它也会被套很长时间。所以呢，在这里就为什么要加入一套均线的这样子一个系统？均线的系统主要是在于我们来识别它的一个趋势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设定它两个买入和卖出的一个条件。第一个买入条件就是要同时满足这个指标过滤指标 BS 它发出的一个买入信号。第二个呢，并且它要产生一个阳 K 线上涨的阳 K 线。第三个呢，并且阳 K 线的一个收盘价要在 EMA 50的一个上方，再加上 EMA 要呈多头的一个排列，这就是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那卖出的信号呢，与之相反。卖出信号呢，它是第一个要满足 BS 这个过滤指标它的一个卖出的一个条件，就是它触发了 Sell 这样一个条件。同时呢，还要满足它是一个阴 K 线，再加上收盘必须要收盘在 EMA 50的一个下方。最后一个条件就是 EMA 空头排列，这么几个条件。那我们来一条一条来核实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买入信号。那比如说我随便再往前面过滤一点，就用到这一段行情。
这段看起来有点像震荡行情，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买入的一个条件，回到这里吧，它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排列。第一个，它要 EMA 多头排列，这里是两个是多头排列，同时 EMA 50在 EMA 200的上方，并且 K 线也在上方运行。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这里有一个买入信号发出，是否符合？它是一个阳 K 线，并且收盘是收盘在 EMA 50的一个上方，呈多头排列，那这个信号就被触发了，所以这里在它的一个上方挂突破买单是合理的。还有这里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所有的单子，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讲，我们一定是去挂突破单、限价单，这样子去进场是合理的，不要以市价入场，这是为了这个准确率更高一点。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它的收盘了之后，下一根 K 线它的一个上方的一个 tick 去挂买单，这样子来做单会合理一点。这里是买单，所以这个卖单就不符合了。这里它即便发出信号，我们也不要去管它。在上涨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包括这里，因为它是呈多头排列，所以这个卖单我们是不需要去管它的。这里又发出了一个买单，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买单同时呈多头排列，同时收在了这根阳 K 线收在了 EMA 50的上方，所以这个单子是可以成交的，上方也有一定的一个利润空间。这个卖单是不符合的，这一个买单是符合的。现在也是呈多头的一个排列，虽然说它是这样子平着的，但是呢，它的斜率是没有什么斜率。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多头排列，因为至少的话是 EMA 50在 EMA 200的上方。其实目前来看，它因为它没有斜率的话，它是不符合这个多头的排列。那即便如此呢，我们如果说用突破单的一个方法去挂单的话，那这一笔这个买单它也是成交不了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后面一根阴 K 线，它是没有超过这个前面这根阳 K 线的一个高点的，所以这个单子也成交不了。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单子是肯定是可以成交的，它是符合的。这个卖单是做不了的啊，这个买单又是符合我们刚刚的一个条件，在它的一个上方去做多，上方也有一定的一些利润空间。这个卖单是成交不了，所以我们刚刚验证了几笔啊，这种方式的做单，你别说它的成功几率还挺高的。我们来再往后翻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它是属于这种缠绕在一起平行的话，属于一个震荡行情。其实震荡行情当中呢，会发出一些很多的一个假信号，但是呢，假信号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刚刚的方式来判断、来过滤掉它的一些行情，也还是很可以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在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空头的一个排列。我们来看这个单子是否符合卖出的一个信号，呈空头排列，同时过滤指标系统已经发出了卖的这样子一个需求，同时它的也是收盘在收盘 EMA 50的一个下方，同时出现一个阴 K 线，我们要在它的下方突破卖单去挂突破单入场。那可以看得到，第二根 K 线是在它里面的一个内包线，所以这笔单子我们也是做不了的，是进场不了。其实这笔单子我们来看一下，即便你进场了，以市价单进场，它其实后面的也没什么利润空间。所以这种行情，我们用突破去挂单的方式呢，就避免了我们很多的没有利润空间的这种行情。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特别是新手啊，一定是要用我们的一个突破单去进场，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突破单是比较合理的。好，这边我们再往后看一下。如果说大家看到这种行情，就是它没有一定的斜率，两条均线它既不是多头排列，也不是空头排列，那这种行情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去做的，就不做了，因为它这种很容易出现很多假信号的产生。那假信号的产生，我们除了用突破单的去挂它的一个突破单，这样子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风险之外呢，我们可以过滤掉很多这种震荡行情的一些买卖单。当然，像有的单子你也是没法过滤掉的，它也是有可能打你的止损。所以呢，我们最好是等待它趋势已经成型了，已经有一个往上的一个斜率或者往下的一个斜率，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按照刚刚的这套交易系统来进行一个指标的一个使用，这样子是完全合理的。那比如说像这里都不做，像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条均线已经成了多头的排列，但是呢，它这里是没有给出我们买入的一个信号的，所以我们也做不了。这么大一段行情就已经错过了，上方卖出我们是不做的。好，这里不做，好，直到这些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买单，那这个进去是做到了，然后这一笔单子我们肯定是打我们的止损的，哪怕你是用突破单的一个方法去买的话，它这单也会进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
简单的一些逻辑、一些价格行为，我们还是要去懂的，因为它这个单子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去做，因为它前面已经涨了很大一段了，同时这个前面是它的一个高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一个高点，这个阳 K 线收上来之后，还不知道这个高点是否能突破，上方肯定有很大的一个阻力位，所以在这里如果说你去买进的话，这个风险要大很多，同时你这笔单子的一个止损会非常大，那你的止损你肯定是会设置在这个点的一个下方，至少设置在这个下方。当然更安全更保险的话，你哪怕设置均线的下方，你哪怕设置到这些位置，它可以看到后面都会打你的止损，所以这一单的一个盈亏比是没那么高的，所以这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去做。更多的人是愿意在上方去进行一个卖出的，因为这是前方的一个高点。好，那这是关于买单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卖单，这里都是上涨，我们主要是以买为主，就不要去进行一个逆势操作，去进行一个卖出。再往后面翻，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有空头的一些排列。从这里开始呢，我们进入了一个空头排列了 ，EMA 50在 EMA 200的下方，同时大部分 K 线呢都会在 EMA 50的下方。我们看一下这里发出了一个信号，同时它满足了我们卖出的所有的条件。首先它是一个阴 K 线，并且收盘在 EMA 50的一个下方，并且是空头的排列卖出，所以在它的下方一个 tick 去挂空单，这一笔单子是成交得了的，后面的这根 K 线是在它的一个下方，所以这里成交了之后呢，你的一个止损呢，应该是合理的止损，应该是在这一根 K 线的一个上方，设置一下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一笔的话，止损的话也还是蛮大的，这一笔止损也还是蛮大的。你在这里去做单止损，我看一下这里有多少个点，这一笔止损有点大。如果说它的盈亏比的话，这一笔并不是很高。那看后方，它其实也没有达到1:1的一个盈亏比，或者是1比几的一个盈亏比。当然，这里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在盘面当中呢是没法去看到这里的。那实际上呢，如果说你把止损设在这些位置的话，它的一个盈亏比也还是 OK， 哪怕做到下方的话，至少有一个1比1点几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盈亏比也是可以的。这边这个买单肯定是成交不了，这个卖单这个成交了，这里的成交的这个卖单大概率会打止损。当然，这个就是你进场之后呢，要看你的一个订单管理的。我觉得对于新手用户来讲的话，刚开始肯定是操作不是那么顺利的，所以前期该打止损的打止损，这个有时候也是没办法。好在这个止损有可能不是那么大，这个没办法，那等待下一次机会。包括这里也有一个触发了它的一个卖单，这里也会触发它的一个卖单，这些卖单都可以触发，并且下方的一个盈亏比的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我们综合上面看了一下，它整个这套系统，如果说你完全按照它的这几个条件来进行一个买卖，能达到1:2的一个盈亏比，是它的一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呢也可以不妨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一个试验。当然，如果说你想让它的信号灵敏一些，大家可以在这个参数里面可以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输入这个里面是可以进行一个设置的，它的默认的是20和3.5。这个数字越小，它的一个灵敏度就会越高。比如说我这里设置成一个2，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是在后面才发出信号，现在它到前面一根 K 线就发出信号了，所以它的一个灵敏度也更高。灵敏度更高的同时呢，也就代表着它的一个信号会有很多的一个假信号，所以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经验来进行一个识别。OK，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讲解的这套系统的它的一个大概用法。那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交易者的话，不能100%去完全依赖这个系统，那更多的还是在于我们的主观的一个判断。那个系统呢是作为一个辅助，那这是可以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视频内容。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电报私信我，或者是进我的电报群组。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